我们今天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说起。最近，人民日报在提及习近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称呼变化，没有用总书记，更没有提核心，而是用了习近平同志。熟悉中共文字游戏和政治套路的人，看到这4个字，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因为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同志这个词从来都不是随便用的，它就像一个政治温度计，其读数的变化往往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什么时候会用同志这个称呼？通常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当你犯了错误，但党还认为这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的时候。比如赵紫阳，他下台后，官方一直称他为赵紫阳同志，这一定程度上保住了他的人身安全，没有像真正的敌人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第二，当你失去了所有实权职务，彻底退休之后，比如邓小平，在他把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江泽民之后，官方的称呼就变成了小平同志。第三，就是当一个高官突然被调离，前途未卜，但组织上暂时还没有给他定性的时候，也会用同志来过渡。所以，当习近平同志这个称呼在没有任何职务变更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党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上，这绝对不是排版失误，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和内部博弈后释放出的政治信号。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是，习近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可能已经开始松动，他不再是那个一言九鼎、地位一尊的绝对核心了。这个信号远比任何经济数据更能揭示中国当前危机的本质，因为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治，在于那个黑箱之中的权力运作。当塔尖开始晃动的时候，塔基的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到的经济萧条、社会压抑，所有这些表象都源于一场深刻的安全感危机。这场危机正在从社会的顶层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向下传导和蔓延，最终覆盖每一个阶层。我们先看顶层。很多人觉得高层离我们很远，他们的斗争不过是宫廷剧，但实际上他们的不安全感是整个社会恐慌的策源地。当习近平同志这个称呼出现，结合去年以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时常出现的口径不一，甚至相互打架的现象，这清晰地表明党内尤其是军众对现有路线的质疑和挑战已经摆上了台面。一个党指挥枪的体制最忌讳的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不同调，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最高领导人出事了。这种顶层的不安全感立刻就会转化为具体的向下压制的政策。为什么最近有消息传出，国有银行的员工被禁止前往美、英、澳、加、新这5个五眼联盟国家，连已经办好签证、安排好行程的都不准去，去了就开除。这纸禁令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不留任何痕迹，但执行的却异常坚决。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权者眼中，金融系统这个过去被认为是自己人的群体，现在也成了不可靠的，需要被严加看管的对象。他们害怕这些人润出去，更害怕他们把资金和秘密带出去。这和俄罗斯开始立法，禁止民众在网上搜索和观看极端内容，甚至要根据 IP 地址追查，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挖土豆，本质上是同一种逻辑，通过制造恐惧和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维护一个脆弱不堪的统治。当一个政权开始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叛徒时，这个政权本身就已经陷入了最大的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还体现在政府信用的彻底破产上。过去，私人企业最喜欢接政府的单子，因为觉得钱给的痛快，而且政府不会跑路。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我们看到有企业家在网上哭诉，当初政府遇到危机，求着他帮忙垫资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他二话不说，甚至动员亲戚朋友一起凑钱，帮政府渡过难关。结果事后，政府却耍起了无赖，连门都不让他进。这已经不是个例。当政府自己都开始带头赖账、撕毁承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商业伦理和契约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一个连内部自己人都信不过，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对民间财富可以随时巧取豪夺的政权，它所制造出的不安全感
必然会像瘟疫一样迅速感染整个中产阶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安全感危机是如何精准地摧毁中国过去20年最主要的经济引擎——城市中产阶级的。很多人将中国的经济衰退比作日本失去的30年，但我要说，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面临的不是日本式的停滞，而是一场更加迅猛、更加残酷的大跃退，是整个中产阶层的归零运动，其终点是退回到1999年那个中产阶级尚未诞生的前夜。为什么说中国的处境比当年的日本要差得多？原因有3。第一，日本是富裕后变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1990年泡沫破裂时，日本人均 GDP 已经高达 2.5 万美元，有雄厚的家底去应对危机。而中国今天人均 GDP 还不到日本当年的一半，却提前遭遇了更迅猛的老龄化冲击。第二，日本是藏富于民，国民和企业手中有巨额的海外资产和现金储蓄，这是经济的压舱石。而中国是藏富于房，绝大部分家庭财富都被固化在钢筋水泥里，流动性极差，家庭负债率却早已处于高位。第三，日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张安全网能在危机时兜住大部分人的基本生。而中国的社保体系还极其薄弱，一场大病，一次失业就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瞬间返贫。所以当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根基房地产开始动摇时，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剧烈得多。过去2年，我们还在讨论资产价值缩水的问题，但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恶化成了资产冻结。在深圳、杭州这些过去的明星城市，房价从高点下跌超过 30% 已经不是新闻。更可怕的是，即便你降价，房子也根本卖不掉。各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动辄超过20万套，海量的供应对应的是冰冷的需求。一套房子挂牌1年无人问津，已经成为常态。我认识一个在深圳南山做软件工程师的朋友，姓李。2021年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搭上了互联网和房地产的双重快车，咬牙用尽6个钱包，在高位买了一套总价800万的房子，贷款500多万。他当时觉得，以自己大厂的收入，月供3万虽然压力大，但未来可期。谁能想到，从22年开始，公司就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毕业和优化，虽然他暂时幸免，但年终奖没了，工资也开始普降。而他那套寄托了全家希望的房子，现在的市场价已经跌破了500万，比他剩下的贷款额还要低，成了标准的负资产。他想卖，但根本卖不掉。同小区的房子降价200万都无人接盘，每个月3万块的月供像一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说，现在每天睁开眼想的不是怎么升职加薪，而是这个月的月供怎么凑，万一被裁员了，这个家就彻底完了。你说这个姓李的工程师不就是千万万中国中产的缩影吗？他们的财富一夜之间就在账面上蒸发了，但他们的债务却是刚性的，一分都不能少。当房产这个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变成了最大的负资产和流动性陷阱时，中产阶级的财务状况就从过去的扩张期瞬间进入了极限收缩期。他们不仅不敢消费，甚至还要被迫抛售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来还债，这就启动了经济学上最可怕的债务通缩螺旋。物价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人们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为了还债，企业和个人被迫廉价抛售资产，这又造成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加剧了通缩，导致更多人违约，银行出现坏账，然后循环往复。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死亡循环。我们现在看到的，从汽车到手机，从家电到建材，无休止的价格战，就是这个死亡螺旋最直观的体现。央行虽然在拼命印钱，M2 供应量增速不减，但钱都淤积在金融系统里空转，根本流不进实体经济。这就像汽车挂了空挡猛踩油门，发动机在轰鸣，油在烧，但车子却在原地不动，甚至还在倒退。而当这个死亡螺旋开始加速时，
中产阶级过去引以为傲的金饭碗，也迅速变成了泥饭碗。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教培这些过去创造了最多中产岗位的行业，现在无一例外全成了裁员的重灾区。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在一度突破21%之后，干脆就暂停公布了。但根据一些内部文件，即便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也不到30%。这意味着至少70%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当中产阶级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专业知识和稳定高薪工作都变得不再稳定时，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也就彻底崩塌了。当顶层充满斗争和不安全，中层在资产归零和失业的恐惧中挣扎时，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会发现一幅更加令人绝望的图景。如果说中产阶级的关键词是返贫，那么底层的关键词就是麻木。有一个去送外卖的年轻人分享了他的经历，他一开始也是因为没钱吃饭，什么工作都行，就去送外卖。他发现这个行业确实能赚到钱，尤其是在大暴雨那样的极端天气里，他从晚上7点干到凌晨2点，能赚500-600块，一下子就把一个星期的生活费赚出来了。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你送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了，就你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了，可以说麻木了。这句话揭示了中国底层经济的残酷真相。送外卖这个看似自由的职业，实际上是一个吞噬人的精神和未来的陷阱。它把人彻底原子化、工具化，每天都在为算法奔波，没有任何技能积累，也没有任何职业前景。它用一种看似多劳多得的模式，榨干你所有的精力，让你再也没有力气去思考改变和提升。这种麻木是一种比贫穷更可怕的状态，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主动放弃了对未来的期望。而国家机器对待这个庞大的底层群体是什么态度呢？不是扶助，而是严查和罚款。为什么专家们要把电动车作为严查对象？原因很简单，第一，数量巨大，是创收的最好目标；第二，规则模糊，解释权全在他们手里，想怎么罚就怎么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骑电动车的人普遍是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底层百姓，好欺负，不会惹来麻烦。你看，这个逻辑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顶层制造不安全感，中层在债务和失业中向下坠落，底层则在麻木中被当作燃料和罚款的对象。当一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收缩、躺平，或者仅仅是为生存而挣扎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引擎不就彻底熄火了吗？刘强东在2017年意气风发地预测，12年内机器人会完成所有工作，政府可以给所有人分配财富，实现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我们没有等来机器人解放人类，却等来了中产阶级的破产和当年老板金何在、女的直播男外卖的现实。所以我们看，把今天所有的问题简单归结于房地产泡沫或者消费降级，都看得太浅了。所有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根源，一个建立在剥夺和恐惧之上的统治模式已经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对确定性和产权的系统性摧毁。当德国的法律规定周日全民强制休息，连机器人都得放假，让人们回归家庭，享受生活的时候，它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对人本身的尊重。它承认人不是机器，不是社会运转的螺丝钉。而在中国，普通人被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牢牢捆绑。一套房子掏空6个人的钱包，再让你背上30年的贷款。你以为你在为自己的家奋斗，实际上你未来30年所有的劳动所得，在你签下合同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政府一次性拿走了。你不仅要给他交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税，还要把未来的血汗钱预支给他。当一个国家的军队阅兵，中国人看到的是我们那么厉害，外国人害不害怕？而外国人看到的却是为什么走得那么整齐，这不就是形式主义吗？这背后是2种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一种逻辑认为秩序和组织是最高价值，
为了整体可以牺牲个体，最怕的就是乱。另一种逻辑认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最高价值，相信通过竞争和个体的奋斗，才能达到最终的好结果。这两种逻辑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他们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然而，中国的秩序逻辑在威权体制的加持下，已经走向了极端。它不再是为了抵御黄河泛滥那样的外部灾难，而是为了维护统治本身，变成了一套对内压榨和控制的精密机器。在这套机器里，从顶层的权贵到中层的白领，再到底层的外卖员，没有人拥有真正的安全感，也没有人拥有真正受法律保护的产权。权贵的权利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同志这个称呼所剥夺，中产的房产可以在市场的冰冻中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钢筋水泥，而外卖员的电动车更是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模糊的规定而被扣押罚款。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可能在任何时候被任意剥夺时，这个社会就失去了一切可预期的未来。这才是比任何一次金融海啸都更具毁灭性的真正的雪崩效应。我们现在听到的不是经济放缓的刹车声，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在信念崩塌后开始断裂和解体的声音。